自今年2月战火点燃，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3个多月以来，新闻里最常见的标题就是席卷全球的能源危机与供应链危机。就在各界焦头烂额之际，美伊两国终于在瑞士达成了初步协议，不仅承载全球1/5能源供应的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国际油价也随之回落，全球市场似乎暂时松了一口气。但其实这是一份极度脆弱的和平协议，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谁都说不准。对于我国商界而言，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毕竟那一些身处供应链前线的企业，早就被这3个月的乱局卷入水深火热之中。即便海峡暂时重开，被彻底打乱的供应链要恢复正常，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危机来临时，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制造业，运输和物流成本是厂商的最大负担。再来就是原材料短缺和燃料成本上涨。这3个月来，生产和营运成本不停攀升，厂商能做的就只有丢单、停产和节流。我们把这个危机呢分成5个阶段了第一个阶段就是船运费啦。原材料费用都在涨的时候，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2个阶段呢，就是原材料短缺。那第3个阶段呢，就是工厂需要减少我们的生产。第4呢，就是有这个裁员或者缩短工时第5最后呢，就是有大规模的一些公司的这个破产关闭等等这样子。那能够撑多久呢？那我们现在应对的方式呢，就是希望能够把每一个的阶段都能够稍微延长。从最新的发展来看，中东紧张局势似乎得到了缓解，但让厂商感到担忧的，其实是这场危机的余波并不会随着一纸协议而立刻平息。面对早已经紧缩的资金流，他们仍需搁置扩张和转型计划，同时也需要在供应链恢复正常之前，继续寻找替代的原材料供应，才能让有竞争力的产品线维持运作。供应危机的影响是环环相扣的，这把火也免不了从厂商烧到了占全国企业总数97%的中小企业。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场供应危机，因为所有环节的成本都在上涨，这更形成了一个恐怖的乘数效应。Because this logistic cost going up does not just impact you as a SME, it impacts your entire supply chain, from the importer to the warehousing company to the distribution company and eventually to you and then to retailers and consumers and so on. So if you can imagine that every stop of that point and the prices goes up by 20%, by the time it reaches you as an SME, your input costs would have increased by 100%. 开支翻倍了，但中小企业敢涨价吗？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因为国内消费疲软，大部分企业不敢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只能咬牙压缩利润。在这时，能盈亏平衡或许就要偷笑了。吴恩明点出，在这场危机中，中小企业业者也出现了 K 型走势，处于 K 型上端的电子电器和半导体行业表现不俗，但另一端的那一些占了80%以上依赖本地消费和津贴的服务业与零售业，却在苦苦挣扎。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现金流就是生命线。政府在危机爆发之后，推出了一系列的融资担保和特别纾困援助，但对于暂缓还贷措施是否要重新执行，业界代表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Because we have seen the impact of the blanket moratorium to the SME owners. Many SMEs delayed their repayment because of moratorium. In the process, they incur higher interest because interests keep continuing regardless of the moratorium. Just that you don't have to pay that month, but the interest continue. And the number of bankruptcies among SME owners who actually became the guarantor for the company's loan has increased by 5 times over the past 5 years. 其实无论是停火或是重开海峡，美伊和平协议的到来早就在大家的预料之中，只不过是迟早的事而已。
经济学者黄锦荣认为，经历过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乱局，无论是政府的应对能力，或是全球供应链和业界的韧性，都有显著的提升。但是他和业者都认为，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的危机。虽然变局到来会打破平衡，但这也是一次强有力的压力测试。危机往往是推动平时难以推行的重大改革的最佳时机。他举例，新冠疫情逼出了谈论许久的数码转型，而多年来只闻楼梯响的绿色能源转型，是不是就能趁着此次加速推进，尽可能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呢？至于援助方面，学者认为政府可以推出更多应付危机的过渡性政策，如降低国产税来减少企业成本和优化现金流的措施。但他也指出，如果政府过度保护，我国经济永远无法向前迈进。我们现在看美国经济的时候，就是说在发生疫情的时候，政府其实并没有给企业任何这个援助，它唯一有的援助反而是给了消费者，有这个所谓的 cash transfer， 像我们这样子的，就是说每个家庭得多少，他们会得的更多，但是他给的是家庭，因为没有对企业有任何的津贴，所以他们的这个企业会倒闭，然后会有失业潮，所以他这个失业可以去到8个百分比或以上。当时候看起来很残酷的，但是1年后美国经济一解禁的时候，而能够重新冒起或者留下来的企业，它必然就是那些更具生产力、更有能力能够付更高薪的这些企业，就所谓资本主义的残酷，但是它却会有这种自我修复，然后往更好的循环的这种功能。你看回马来西亚当时候的整个的我们的应对方式是什么？我们不能让企业倒闭，我们不能有失业潮，所以我们有 wage subsidy program。好事吗？好事啊，因为看起来稳定啊，所以失业率很低，企业也不怎么倒。但是问题是，疫情之后还是那一堆企业，也没有所谓洗过一轮，然后换来更好的这样的一种更迭的一种效应。你如果一直都有这津贴的话，反正面对到问题有政府，面对问题有政府，我要干嘛要转型？我干嘛要谈更多什么生产力？只是当你一旦有取舍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接受它的代价如此而已。温水煮青蛙或许安逸，但温室里永远长不出参天大树。过多的援助和保护只会形成依赖，终究只是经济的止痛药，治标不治本。这场危机是我国经济的一次清创手术，也是一次市场洗牌。但唯有熬过这场危机，我们的经济才能在下一次黑天鹅降临时，展现出真正的底气与韧性。